宁云初不怕宁思琪，但他防着宁思琪背后的那个人。那个姓龚的呢，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，需要帮忙尽管开口啦。对付他不用麻烦大家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就是他一出来就联系了一个姓龚的人，那个姓龚的呢，不知道是什么身份，我现在还没有打听清楚。奕晨说让大哥和苏少主说一声，想请苏少主帮我打听清楚那个姓龚的是什么身份，不清楚对方的底细，就担心被他们出其不意的出手，我会被杀个措手不及。海童说道，我跟小军说一声就可以了，小军会和苏南说，这件事你不用担心。谢谢，咱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不用那么客气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好好的，以后的日子里一帆风顺。云初笑了笑，说到都说一帆风顺，其实没有几个人能够一生都一帆风顺的，总会有点风浪。也是，海童看着凉亭外面的天空，眼神飘渺，轻轻地说道，总感觉要变天了似的。深秋了，秋冬交替，的确是要变天了。对了，程医生说你生育艰难是怎么回事？刚才二婶在场，我不好问的太多，怕二婶心里有刺儿啊。他们虽是很开明的长辈，心里面还是盼着我们年轻人早点生娃的。毕竟战义臣这几兄弟年纪都不算轻的了，同龄人早就当爸，有些人还是2个孩子的爸呢。宁云初的眼神变得森冷，他说我妈不是人。海童便明白过来，云初的身体亏损是宁太太的手笔，她还真不是人。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，心肠咋能这么狠？不管她和你爸是怎么结的婚，你是她怀胎10月所生，你是无辜的，她却迁怒到你身上，有本事的啊，找她父母算账去啊。宁云初声音淡淡的，我外公外婆就是被她活活气死的。在我外公外婆死后，每年的清明，他倒是去墓园扫墓，做给谁看？酱扭的瓜儿不会甜啊！以前的父母之命是害了不少人。海童说着叹了口气，但不管怎么说吧，他也不应该这样对你。宁云初讽刺的道，他是怕我查到我爸死亡的真相，我动了他的奶酪，本来就不喜欢我，自是使劲的折腾我。还好能治好，程医生说他能保证治好我。上次他让律师带话给我，想见我一面，我拒绝了，不想去见他。见了他，我的心情会低落很长时间。宁云初对亲妈是充满了恨意的，大伯他也恨，但他更恨亲妈。伤害自己最深的人是最亲的人，不想见就不见吧，不要影响了自己的心情。那样的妈见了又如何？就算你去见他，估计也不是关心你，有可能是骂你，指责你。你和我想的一样哈，不说他了，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吧。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，那些人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罚，有他们应得的结果了。对了，你妹妹出来了，她估计也会去找天磊的，你打电话给天磊，告诉他一声。宁云初默了默后说道，他和天磊才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弟，会去找天磊很正常，天磊如今成年了，他自己会做出决定，一直以来我都说过的，我尊重他的所有选择及决定。海童想了想后说道，那就随他们吧，不是所有兄弟姐妹都能像战家人一样，也不会像他姐妹俩那样感情深厚。宁思琪和云初虽说不同一个爸，却是同一个妈的，而且父辈又是亲兄弟，身上流着的都是宁家的血，姐妹俩却处得像仇人一样。老太太和程玲玲在天黑之前回到了悠悠山庄，君然也带着商小飞过来了。战印的堂弟除了小九上学，在学校里不能回来，其他人只要在管城的也都回了山庄。万家灯火时，悠悠山庄呢变得热闹起来。就与此同时的管城大酒店，一个衣着普通的男人走进了酒店。酒店每天人流量都大，客人们进进出出。这个普通的男人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他进了酒店后轻车熟路，来到了电梯口前等着电梯，不久后就坐着电梯上到了8楼。
走出电梯后，他左右张望过，就才走到一间房门口，敲了敲门。房门打开了，开门的是个年轻的男人。他进了房间啊。房门关上后，年纪大的那个男人对年轻人说道，跟家主说，新的手机号码不要再用，我一会儿就去注销那个号码，这个号码遭到调查了。年轻人很意外啊，轻声说道，这么快就遭到调查了？龚姓老男人答道，这里是管城，几大家族势力纵横交错，有点动静人家都知道的。宁大小姐是战家的二少奶奶，就涉及到她的事，就等于会惊动战家。年轻人梳理了一下管城几大家族的关系后，知道龚助理的话有道理，便应着龚助理，我会告诉家主的，让家主不要再用那个号码，与宁二小姐的联系再想办法吧。那最好就是安排一个人跟着宁二小姐入住宁家，宁家的工人现在都是以宁大小姐为主的，宁二小姐要杀回宁家，肯定会给自己请几个工人，这样才能和宁大小姐打擂台，她就可以操作一下，让他们的人被宁二小姐请回去，等家主的安排吧。龚姓男人点点头，你告诉家主，我也不会待太久，明天一早就回江城，让家主也不要在管城逗留太久。他是凤家主的总助理，就是每一任家主身边都有的那位最给力的助理。从凤家主上位后，他就被安排到了凤家主身边，帮着凤家主出谋策划。他们这种特殊助理只忠于家主，家主让他们做什么事，他们就去做，哪怕是违法犯罪的，他们也不会推辞。方先生就是凤晴的助理，凤家主将他给了凤晴，就引起了凤若的嫉妒。在凤晴回来之前，凤若一直是凤家的少主，未来的接班人，但是凤家主却没有将方先生安排到凤若身边，让凤若这个接班人没有一个给力的帮手。凤家主那时候并不知道凤若不是亲生的，他只是觉得凤若经过他多年的培养，始终是不如意，就不着急安排助理给凤若。也幸好没有安排啊，否则凤晴的助理呢，又得重新挑选培养。像这种特殊的助理，培养一个出来，需要花很长时间的。凤家确定了接班人后，就要开始培养特殊的助理。等到这接班人上位，往往需要10几20年的时间。而且挑选适合的人也很难，毕竟这种人要特别厉害的，也要特别忠心的才符合条件。知道了。龚助理很快就离开了房间。他待的时间不长，内见的又是男性，给人的印象就是来见见朋友吧。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等龚姓男人离开了管城大酒店后，凤家主的保镖才将龚助理过来的事告诉了凤家主。凤家主知道自己让助理帮他买的新号码这么快就遭到了调查后，也是久久不语。良久，他才说到，那就注销吧。管城啊，果然是卧虎藏龙，不是他能够轻易搅起风云的。好一会儿，他又问起保镖，宁二小姐有什么动静了吗？还是连宁家别墅都进不去？宁思琪除了脾气够大之外，是真没有多大用处，但他也只能找到这样一个没用的人帮他打听消息啊。那如今在管城敢冒着风险帮他的，也只有宁思琪，因为宁思琪恨极了海童和宁云初，最想看到海童他们过不好，所以凤家主只能找到宁思琪。这凤家主的丈夫就是姓郑的。保镖答到，宁二小姐去了她2个姑姑的租房处，现在都还在那里，而且宁二小姐也一直被人暗中跟踪着，也是够笨的，被盯着也不知道。我们的人要小心点，被别人发现了。龚助理会安排好的，老龚办事我放心。再给我备份厚礼，明天一早我去医院探望一下我商家大少奶奶，然后回江城去。他也在管城逗留了大半个月，是该回去了。不在江城的这段日子里，2个女人斗鸡眼似的，
凤晴不愧是他凤氏家族的血脉，面上瞧着软软弱弱的，凤若在他手里就占不到半点的便宜。不要说凤若了，连他的几个儿子以及丈夫都拿捏不到凤晴。当然了，要是凤晴能被父兄拿捏的话，他就不是个合格的接班人。在凤氏家族，女人当权，如果没有能力压制自己的丈夫以及父兄，就不适合接管家主一位。说着话时呢，凤家主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拿起放在桌面上的手机，看了来电显示是凤若打过来的，皱了皱眉后，凤家主才接听了凤若的电话。妈。电话一接通，凤若在电话里哭着叫了一声妈。哎，阿若怎么了？哎，谁欺负你啊？跟妈说吧，等妈回去就帮你出气。凤家主就算皱着眉头，说出来的话听着却满是宠溺，一副天塌了他都会帮养女撑住似的。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不在家的这段日子，我快要被凤晴整死了，她欺负我，老是气我，气死我了。她就是个小人，每次害了我还一副无辜的样子。不要说我了，连爸都被她气得吃不下，睡不着，爸整个人都瘦了一圈，我看着都心疼。他还在我兄嫂之间挑拔离间，整得我几个兄嫂都天天吵架，甚至大嫂向大哥提离婚。凤家主凤晴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她就是一团烂泥，扶不上墙的。她要有这样的本事，能把你们都气死。妈也不用头痛接班的事了。哎，她呀，不是在妈身边长大的，也不是妈从小培养的，怎么教也教不好，严厉点了。那外面的人还说我偏心。凤若抽抽泣泣的说道：妈，凤晴可狡猾了，她就是个小人。你说凤晴挑拔离间，让你兄嫂们都在吵架，要离婚了。她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？凤若答道：我哥他们在外面养女人，被他同给我嫂子们知道了，然后就吵架了。男人嘛，像我哥他们这种事业有成又颜值不差的男人，在外面养个玩意儿算什么事儿呀？多少人在外面都养着小三小四小五的呢？我哥哥们也就是养了一个而已，不过是玩意儿，上不得台面的，又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，我早就知道的了。那凤家主也知道，凤家主管丈夫就管得死死的，不让丈夫出去偷吃，也不给丈夫太多的零花钱，总觉得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就她丈夫身上经常连500块钱都没有的。但是呢，自己的儿子嘛，她就是睁只眼闭只眼，觉得是自己的儿子有本事，是儿媳妇没有本事守紧丈夫。我就是不小心撞了一下凤晴的车子，她就要我赔她修车费。我说自家姐妹赔什么赔，不赔钱给她。然后我刚刚出去逛街购物，挑中了很多东西，结账的时候发现我的银行卡居然被冻结了。妈，她凭什么冻结我的银行卡？天知道我当时多丢脸呀，气死我了。妈，你快点回来吧，你不在家里，我都要被凤晴虐待死了。凤若现在已经不是凤家的接班人，她心里明白凤家的财产，她以后是分不到的。那便想趁着养母对她还有感情，还偏疼着她，她就天天花钱购买奢侈品，想着以后将奢侈品以及珠宝等东西变卖了，也是一大笔钱啊。总之她要为自己想好后路。凤晴倒是想让她回到她亲生母亲的身边，她才不要呢。就她亲妈来找她，她都不愿意认亲妈，给点钱打发了事。她是凤家的小姐，那她要住在凤家，要享受着荣华富贵呢。就只要养母还活着，她都不缺钱花。只要凤晴一天不上位，她也还有点机会的。毕竟养母呢，最疼爱的还是她，她可是在养母身边长大的，经养母亲手调教，这些凤晴无法跟她比。凤晴的优势不过是身上流着凤家的血而已。
嫂子们跟他说的，让他要战斗到最后一刻，就算凤晴上位了，叫他也不要放弃，还有机会的。就凤晴这种烂泥，就不信能撑得起凤氏家族。听完了凤若的抱怨后，凤家主说他阿若，你是不是故意撞了凤晴的车？她的车是新车还是豪车？我上次为了哄住她，特意给她买的豪车，你撞坏了不赔修车费给她，她冻结你银行卡也就很正常了。你啊，总是做错了事，又不正视自己的错误，总觉得错的都是别人，不找自己的原因。换成你是凤晴，你的新车被撞了，对方不赔钱给你修车，你气吗？以你的性格呀，如果有人撞了你的车不肯赔修车费给你，你会气得去拆了别人的家。凤家主心里在骂着凤若不知好歹。凤晴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凤家的接班人，有权利冻结凤家任何一个人的银行卡，也有权利减少凤家任何一个人的零花钱。当然了，他还是当家做主的人，凤晴目前也不敢乱用这个权利，对凤家人进行经济性的打击。也就是这半个月，他不在江城，凤若又实在是过分，凤晴才会冻结凤若的银行卡。电话那边的凤若嘟着嘴说道：“妈，我就是不小心刮蹭了一下他的车子，又不是故意的，修车费也用不了多少，顶多也就几万块钱，就几万块钱他还要我赔吗？他就那么缺钱啊？他一回来，妈给他的零花钱就跟我以前一样多了，我的零花钱都被减掉了一半，他比我有钱多了。就凤晴那个穷鬼，要不是命好，成了凤家的千金。凤家给凤晴每个月的零花钱，怕是以前的凤晴5年也赚不到的。凤晴说过，她以前就是打一份死工，就1个月就1000元，还经常要受气被组长骂，却不敢辞职，因为辞职了出去找工作还是差不多的吧。那这一点凤若也从七妈那里得到过证实啊，就证明了凤晴以前的收入的确不高。那在2个人身份调换回来后，凤若依旧留在凤家当千金小姐，凤晴则成了凤家大小姐。毕竟她才是真正的凤家千金嘛，要排第一，以后接管凤氏集团。然后2个人的零花钱瞬间发生了巨变。以前的凤晴1个月赚个1000块钱，每个月扣除了各种开销，能余下1000块就很好的了。恢复凤家千金的身份后，1个月的零花钱是30万，等于是1天1万元，是以前的凤晴需要干上4、5年，不吃不喝才能赚到零花钱这个数目。凤若则从以前的月30万，的零花钱减到了月15万。虽然凤若的零花钱比哥哥们的还要多，可是忽然减半，凤若心里还是不舒服的，却无可奈何，谁叫她不是真正的凤家千金呢？在凤家，凤家主是当家人，他花钱是不受限制的，毕竟他大权在握嘛。只要他花出去的钱有个明朗的去处，谁也不能说什么。这本来就是身为当家人可以享受到的待遇呀。然后就是接班人的零花钱最高了，每个月30万，凤家主的几个儿子则是每个月10万。至于给凤家当上门女婿的郑华，虽然每个月也有10万的零花钱份额，但他的钱都被凤家主管着，那条例也就是看看而已。郑华享受不到月10万零花钱这个待遇，那他身上的钱每天都不会超过500块，花得多了还要被他老婆大人追问花到哪里去了，他又不敢欺骗，怕被老婆查出来。刚开始郑华是很不习惯被老婆这样管着，曾经试过欺骗，但是很快就被老婆身边的那个助理姓龚的家伙查出来，让他哑口无言。之后郑华就算心里非常不满，也不敢再欺骗妻子。好在他的儿女们对他这个老爸还算可以，会偷偷给他一点钱花，小日子倒也过得潇洒。那儿女的孝顺，凤家主就不会管他。当然了，他要是敢在外面拈花惹草，
凤家主就不会对他客气了。凤家主曾经警告过他，敢在外面拈花惹草，就废了他。郑华相信妻子说得出来做得到。几十年来，多少外面的鲜花往他身上靠，他都不敢摘一片花瓣啊。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，是谁对谁错的问题。凤家主严肃地说了句，凤若就不敢抱怨了。半晌，他又说道：“妈，就算我有错，凤晴也不能冻结我的银行卡呀。他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啊？他还没有当家做主呢，就这样对我了。那等他真的成了凤家主，妈，我还有活路吗？”说着，凤若又抽抽泣泣的了。妈，我从出生开始就在你身边长大，你对我的爱我也能感受到。我一直当我是凤家的人，我亲爸做的坏事我又不知情，我是无辜的。妈也跟我说过的，我永远是凤家的孩子。可是妈就出差半个月，凤晴就拿我来开刀了，冻结我的银行卡。若是以后凤晴当了家，我还怎么活呀？你这名下不是有资产吗？还差那点零花钱了呀。凤家主淡淡的说了句，凤若花的其实不是零花钱了，她一天5000元的额度，哪够她花的呀？她花的是凤家主另外给她的一张信用卡。随便她刷的，我名下也没有多少资产呀，就是几套房，2、3辆车，2间商铺而已，存款都没有9位数呀。他的存款刚好过1000万，对于习惯了花钱如流水的他来说，刚好过1000万的存款不经花的。现在他的那些奢侈品又不好出手，也不能现在出手，等到凤晴上位，他日子不好过了，再转卖出去换成钱。那除了购买奢侈品，凤若也想投资，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做保证吧。以前他是凤家的少主，是这接班人，整个凤家都会成为他的，他压根儿不用去费心思投资私人产业，仅是买了几套房，几间商铺。老天爷跟他开玩笑呀。现在他想投资了，手里资金却不够。你个人的银行卡也被凤晴冻结了，那是我个人的银行卡，他有什么资格冻结我的？是我领零花钱的那张卡，以及妈给我使用的信用卡，被他冻结了。凤家主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既然你个人的银行卡没有被冻结，那你花你个人银行卡里的钱呀，你名下的房子都租了出去吧，商铺也在出租，1个月的租金也有好几万块钱了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那是他们1年的收入。阿若，你已经比很多人都要好了。”凤若委屈地道：“妈，是怪我花钱了吗？妈不是那个意思，妈只是告诉你，你已经凌驾在万千人的头上，比他们都要好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妈过2天就回去。妈回去后就解了你的银行卡，再骂凤晴一顿。帮你出气好不好？不过你撞坏了凤晴的车子，最好还是赔钱给凤晴，否则妈想帮你都理不直气不壮的，毕竟她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”凤若不情不愿地哦了一声，我赔了修车费给凤晴，妈回来要安抚我受伤的心灵哦。凤家主笑道：“好，妈会给你买点礼物回去。”只给你买呀？阿若，妈对你的感情才是最深的，你可是妈一手带大的，就不管什么时候，你在妈的心里都有一席之地。别哭了哈，别生气了，犯不着跟凤晴生气的。凤晴一直被妈骂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当家做主的，不就拿着鸡毛当令箭了？妈回去就扣她的零花钱，替你出口气。那凤若这才因转情，谢谢妈，就知道妈对我最好了。妈不打扰你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凤若告了凤晴一状后，又得到了母亲的安抚，心满意足地挂了电话。凤晴想跟他斗，还是嫩了点。在凤若挂断电话后，凤家主立即打电话给凤晴。此刻的凤晴啊，还在凤氏集团的副总裁办公室里，她的事情早就处理好了呀。
现在在处理着他自己创立的公司事情。凤晴回归凤家之前自己创建的公司，生意也是越做越大。虽说比不得凤氏集团，凤氏集团毕竟是有着过百年的历史了，前身不叫凤氏集团。哪怕凤氏集团如今在江城各大集团中排名末端，底蕴还在的。因为凤晴自己建立的公司不让凤家人知道，她平时都是通过工作群来处理工作，有空的时候就再回公司看上一看，只要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就行。手机响了，看到是母亲打来的，凤晴猜到是凤若找母亲告状了，她接听了母亲的电话。妈，你在干什么？凤家主的口吻不太好。凤晴淡淡的答道，我还在公司里。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呢。妈，怎么了？你不高兴的样子，遇到难题了吗？母亲亲自去管城参加战印的婚礼，然后在管城一待便是大半个月。目的是什么？凤晴心知肚明，其他人也一样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凤晴倒是不敢安排人去管城打探消息，怕被母亲抓个正着，却能猜到母亲在那边就不会有多顺利的。管城那是战家、陆家、苏家以及商家的地盘，那四大家族如今拧成一条绳，他母亲想在管城做点什么，那难于上青天。听到凤晴还在公司里加班加点的，凤家主的语气缓和了几分。他问凤若说，你将你哥哥们在外面找女人的事情捅到了你嫂子面前去了？还有啊，你冻结了凤若的银行卡。凤晴老实的承认，我是这样干了。难道我做错了？我几个哥哥都结了婚，有家庭的男人不是应该忠于家庭啊，忠于自己的婚姻吗？虽说我几个嫂子也偏心于凤若，对我这个亲小姑子都是面子情，但都是女人，我同情她们，也不愿意看着她们被蒙骗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们的丈夫在外面养着小三小四，就她们不知道，妈也知道的是吧？我是做不到一声不吭的，总要让他们知道被丈夫背叛了。那至于他们选择是包容还是反抗，那是他们的事了。你哥他们也就是玩玩而已，外面的那些女人上不得台面，也就是给你哥哥们解解闷，是发泄工具，又不会娶回来，就妈也不会让他们娶那些女人回来的。咱们凤家的少奶奶可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凤晴，你这样做表面上是没错，可是他们是你的亲哥哥呀，你那样一说，你哥哥们的婚姻都出现了裂痕，这个结果你就开心了。家丑不可外扬，你以后是凤家的家主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家丑不管闹得多大，都要关上门在自己家里解决，不要传出去，闹得满城风雨，对谁都不好。妈还要过2天才能回去，你等会儿回去后开妈的库房，从里面拿几套珠宝给你几个嫂子，安抚安抚他们，跟他们说，等妈回去，妈会处理的，会让你哥哥们跟外面的玩意儿断了的。他们既然进了我们凤家，除非他们主动要离婚，否则别人都抢不走他们凤家少奶奶的位置。凤晴撇了撇嘴，心里腹诽着，亲妈对亲爸管得可狠了，儿子出轨背叛了儿媳妇，他妈的反应却是偏到了天边去，刀子不针在自己身上，不知道痛。凤晴，你在听吗？凤晴哦了一声，应着妈，我知道了，等会儿回家后我就去妈的库房里挑几套珠宝送给我几个嫂子。你冻结凤若的银行卡是怎么回事？凤晴说了句，她不是向妈告了我的状吗？她说就是不小心刮了一下你的车，你要她赔偿修车费，她认为自家姐妹不用赔钱，你就冻结了她的银行卡，让她买东西的时候无法支付，丢了大脸。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哭得可伤心了，委屈至极。凤晴淡淡的道，看来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呀。凤晴，我就是冻结了她的银行卡和妈给她的那张信用卡，
那张信用卡是公司帮还钱的，等于是花的公司的钱。我管着公司啊，自然不能让凤若乱花公司的钱。凤晴说的理直气壮的，她是恨不得将江城所有奢侈品都搬回来，花着我凤氏集团的钱置办家产，为以后脱离凤家做准备。家族里的人对凤若的行为非常不满了。我这样做，家族里的人都觉得大快人心。他个人银行卡我又没有办法冻结他的，他不会花他的存款吗？最近他刷妈给他的信用卡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才出手管一管的。就他个人存款不是很多。凤晴呵呵的笑，不是很多，千万身家了，以为遍地都是富翁吗？多少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个钱呢？他还嫌少啊？哎，是不是让妈回去后补偿他？他故意撞坏我的车，我问过 4S 店的人了，那修车需要花费几十万，我不找他赔，找谁赔？这自家姐妹，她跟我是姐妹吗？她身上那流着凤家的血吗？只要她身上流着的是凤家的血，我可以不索赔，她是吗？凤家主顿时哑口无言。他名下的那些房子商铺出租后收到的租金一个月都有好几万，甚至10来万，这样的收入不比别人好几倍、10几倍。好了，是凤若的不是，妈回去后就让他赔偿你的修车费，妈给他使用的那张信用卡收回来，他的零花钱数额你看着减一减。哎，消消气吧，行了哈，不要又说妈偏心。凤晴心里腹诽，就是偏心了。妈真让我减她的零花钱呀，那我一减的话就是一撸到底的哦。她又不是我们凤家亲生的孩子，凤家养大了她，对她恩重如山，她理应好好的报答凤家，而不是继续吸凤家的血，给她的零花钱取消，让她自己赚钱自己花，每个月给多少钱回来，算是报答凤家抚养他长大的恩情。凤家主凤晴这样他会闹翻天的，妈要是怕他闹，就不要假惺惺的说交给我处理。凤家主又是一噎，凤晴你今晚是不把妈放在眼里了，说话夹枪带棍的哈，火药味十足。凤晴委屈的到我在公司里加班加点，为了咱们凤家的未来拼着命，做牛做马的得不到一句好，还要被人告黑状，被妈指责我做的不好。我就算是泥捏的也有3分性子，也会生气。我不会哭，妈就认为错的都是我，会哭的那个妈就心疼了，觉得我欺负了她，还不许我说话冲一点。她在妈身边长大，享受到的母爱本该是我的。我在她父母身边吃了多少苦，挨了多少欺负，她对不起我，妈却总是一副我对不起她的样子。凤家主都没有机会说话了，被亲生女儿一顿指责，一顿抱怨，就是凤若现在拥有的个人私产，也是靠着凤家才得到的。按我的意思，连她的房子、商铺、车辆都该要回来，让她回到她亲生父母的身边去。凤晴，妈错了，行了吧？你别再说了，等妈回去，妈狠狠地骂凤若一顿。凤若的个人资产，你有本事就去拿回来，妈是不管的。凤晴眼底有着冷笑，她早就行动起来了。凤若名下的商铺出租给别人做生意，凤晴就在旁边也开了一家店，经营着和那家人的一样抢生意，那导致对方生意越来越不好做。就那几家租着凤若商铺的人已经退租搬走了，现在个体生意都不好做。凤若的租客退了租，他想重新租出去就不容易，哪怕能租出去，有凤晴在针对着，租客还是会退租的。凤晴的目的就是让凤若的收入大减，最后无奈的低价出售商铺，还难卖出去。凤若现在不是凤家的接班人了，想有多少钱再投资不太现实。他冻结了凤若领零花钱的银行卡，以及母亲给凤若随便刷的信用卡，就算母亲回来，他也不会解冻，那样凤若要花钱就只能花他的个人存款，他要让凤若一点点的破产。
等到凤若破产后，他的老母亲估计也退下来了。他上位的话，第一件事就是将凤若赶出凤家，不会再让凤家的钱来养着一个与凤家没有半点血缘头系的闲人啊。没事了，妈挂电话了。你也别加班太晚，路上开车小心点哈。凤家主叮嘱了女儿一句，就赶紧挂了电话。放下手机后，他却笑了，满意的倒是个狠的啊。他放心了，亲生女儿是个合格的接班人，以凤晴的无情及很近，凤氏家族交到凤晴手里，他很放心。大姐的后人阿莹是想推海玲出来，海玲能和她的凤晴比吗？海玲又是个单亲妈妈，自己又开了一家早餐店，一家餐厅，平时也忙得很，怕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跑到江城跟凤晴争家主之位的。这样想着，凤家主略略地放下心来。当然了，他还是得想办法斩草除根呀。只有大姐的女儿以及外孙女都死个精光，那么凤家主之位就一直由他的血脉来继承。虽然难度很大，慢慢来，总有办法除掉他们的。那边的凤晴在母亲挂了电话后，也将手机放在了桌面上，她往后一靠，靠在了黑色的转动椅上，来回的转动着椅子。她的手机就又响了，这次是收到新信息。她再次拿起手机翻看新信息，是她的助理方先生发来的。方先生告诉她，龚先生也去了管城，不过已经连夜坐飞机回江城，就还告诉他凤家主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回来。凤家主在管城并不顺利，虽说也见过了商太太，却是不欢而散。凤晴收到方先生的这些信息后，沉默了良久，才回复了一个字恩。方先生很快又发信息过来，问他大小姐不开心，被凤若恶人先告状，刚刚被我妈指责了一番，开心不起来。方先生再问他，我现在过去接大小姐，陪大小姐兜风。凤晴没有犹豫，答应了他。他回来的时间呢，也就堪堪的2年，还不够长，那培养出来的心腹也就几个而已。那最信任的也就是方先生了。方先生比他大上几岁，2个人既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，也是朋友。每次他被亲妈骂了后，都是方先生陪在他身边，开导他，安慰他。方先生是他的助理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，2个人将合作一辈子。方先生从来到他身边开始，他的余生就和他捆绑在一起，永远只能忠于他了。大小姐在公司里等我，我现在就过去，需要10分钟左右，路上车多，跑不快。方先生其实离凤晴不会太远，因为他随时要为凤晴跑腿办事。